爸爸，你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对这些花花草草修修剪剪的，有意思吗？有啊，这花你看着它，哎，发芽了，开花，结果，这是一种享受。我就只喜欢鲜花，鲜花没根，没根怎么了？会枯死的呀。枯死再换新的呀。哎呀，一若，说是你到简老师那儿去给他找麻烦去了。那不叫找麻烦，实事求是而已。你一个文化人，怎么净干这种没文化的事啊？我知道，你是想让列文能够回到你的身边。我告诉你，回不来了。我懂，他不可能回来了。这回不来，你还这么任性？啊？爸爸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买鲜花吗？知道啊，你从小喜欢花，就让我们叫你什么小玫瑰，什么小郁金香，对不对？那都是从前了，现在不是。现在是什么？现在的我已经凋谢了。我觉得这些鲜花好像在嘲笑我。爸爸，你说马列文和简单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会幸福吗？你说呢？我说不会，因为没有人能配得上幸福。冯总，忙着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工作比较多。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，只管开口。公司里别人不听你，我一定听你。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合作，多好啊！倒还真是有件事儿你得帮我。什么事儿？下班之前把你的辞职报告交到我的办公室。你说什么？下班之前麻烦你把你的辞职报告交到我的办公室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了？不是，你凭什么呀？通州项目电梯采购过程当中，你吃了回扣，具体数字咱俩都清楚。按公司规定，你是要被开除的。我让你主动辞职，是给你留面子。电梯采购，那才多少钱呀？韩超、老王他们哪个分走的钱不比我多得多？就那么点钱，还不如你们支撑给我回扣的零头。用我的时候跟我称兄道弟，用完了就拿我杀鸡给猴看。春生，你真是长进了。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当时跟你争位子的仇啊？公事公办。春生，冯总。你起来。冯总，我求你了，我刚买了房子，贷了款，我媳妇还怀孕了，我爸妈也从老家都来北京，一家子就指着我。你现在把我开除了，不是等于要了我的命吗？求你了。起来。起来。副总，副总。爸，你慢点。
跟您汇报一下，现在公司的现金流基本稳定了，但有些重大项目我还是暂时停一下，所以您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今年的报表可能不太好看，但您放心，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我会重新启动的。哎，好了，这一说起工作就没完了。不让我管公司，还不能让我听听啊？可以听，公司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等你做完手术啊，一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卓越。生生啊，分析的不错呀。爸，这好像还是你头一次夸我。怎么？感觉晚了？没有。我以前做事儿啊，确实让人不开心，但是这些都不重要。我现在看到你们俩在一起，我是真开心。哎，晨晨啊，再过几天我就要手术了。你是不是把你父母叫来？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聚一聚。没问题啊。您要是想见他们，我随时给他们打电话。你们结婚这么久，我跟你的父母啊，还真没在一起好好聊一聊。爸，我晚上留下来陪你。晚上有后宫陪着，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你在这儿晚上睡不着你就动了，闹得我也睡不好。回去吧。那行，明天一大早就过来看你。爸，半个小时之后您把这药吃了啊。哎，春生啊，你留一下。我跟春生啊聊一会儿。你在车上等我吧。哎，坐。春生啊，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小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？没有，您想多了。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？别瞒我了，看你们俩那别别扭扭的样子，啊，是不是感情问题啊？太顾及工作，忽略了小婷的感受。是啊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是在慢慢了解你。其实，在几十年前。
岁啊，我真是深深感到挺对不起你们俩的。啊，你要有信心，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啊！不管他手术会是怎么样，陈莎，我把你留下来，主要是想告诉你，当个男人要有担当，更主要一点，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明白。我爸和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没什么是什么？怎么还不能告诉我？男人之间的对话。我爸是不是已经猜到我们之间的事儿了？他是不是很担心？也就是跟我说，真当他面对生死的时候，那些名利啊、地位啊什么的，都不值得一提。他也让我自己好好想想，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我要是真到了那时候，不管得到什么成就，都是带不走的。可能我能记住的就是那些对我最重要的人和那些遗憾。我真的不想留下遗憾，不想。你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来干嘛？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你说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一个把我看得这么透彻的人。看来我都说对了。我一直觉得我读过很多书，夸夸其谈，说得多，做得少。而你呢？你是一个行动的人，你是说你是一个思想的巨人？行动的孩子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你不是都马放南山，连墓地都选好了吗？哎，你的墓志铭是什么？本来写好了，现在得改改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。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确认你没找错人吗？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
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告诉你。我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才过来，我和你之间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？冯春生，话有点难开口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你尽管说。奥瓦诺的事情你还记得吧？春生打败卓远是有内情的，他找到了我，许诺给我好处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我愧对了董事长对我的信任。你还记得我爸对你的栽培和信任呢？我一直后悔着呢。可这事儿是冯春生牵的头，他许诺给我好处，他利用了我，出卖了卓远。一来换他在新公司的前程，二来让董事长对他刮目相看。小婷，你也别怪春生，他一直想着出人头地，这点你比我清楚吧？还有吗？你接着说。这是严总给我的转账记录，还有冯春生约我和严总见面的聊天记录。我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我想，这些也足够说明点什么问题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是出于什么目的？说实话，冯春生把我开除了，我一点也不恨他。可你不一样，你们是夫妻，你们还要一起生活呢。这么说，你是替我着想了？当然了，咱们是同学嘛。那你说说，你对春生是什么看法呀？我跟冯春生在一起工作了1年多，虽然我还有点看不透他，可至少一点我明白：冯春生不管做什么，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，而这个目的一定是自私的。我觉得你倒是在说自己啊。我至少很坦诚啊，我从来不掩饰我是一个自私的人。可冯春生会告诉你，他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考虑到所有人。他是高尚的、无私的、奉献的、伟大的。可无论他找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的行为贴金，本质上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，跟我一样。你不配坦诚这2个字。还有，春生和你不一样，你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了，可他还有救。小婷，你还这么信任他？那是我和他的事情。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情呢，春生之前都跟我说过了。你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你不觉得你更卑鄙吗？这顿饭我请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喂，简单，你跟马烈文害死我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姐把房子炸了，现在在医院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叶文，你在哪儿？一所别墅发生煤气爆炸事件，所幸无人伤亡。据记者了解到，该起爆炸事件疑似是一起婚外情所引发，后续情况我台将跟踪报道。
叔醒了吗？爸，你还有脸叫爸？田丽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。列文，陪我下去走走吧。江老师，你坐。那我去看看他吧。你在这先等会儿。爸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有什么错？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嘛，你有权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你错在哪？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你呀，不幸的婚姻那是一个地狱，你已经爬出这个地狱了啊！这些事儿跟你都已经没关系了，你还主动的回来去关心他、照顾他，要是我就做不到。坐。一如不是谁的地狱。我们有过好日子，也有过坏日子，就是坏日子比较多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他就是太在乎我了，放不下。老话说，恩爱夫妻不到头啊。一个家庭不能只有爱情，它还有亲情。夫妻之间应该是互相包容、互相谅解。一如他不懂列文，我也没多少天的活路，我有个事想托给你。您说。我呢，来日也不多了，将来，一如要是走不下去了，你得我照顾好他。您放心，就算她不是我的妻子，她也永远都是我的家人。还没走？还习惯吗？在这个小办公室。这是我特意申请的。这间屋子是我第一间办公室，在这之前我都坐在外面的工位里，我就像一只小蚂蚁，天天看着这间屋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爬进来。你进来了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。
话，我可能做不到今天。这点我必须承认。那时候太想上进了。现在也是，想上进没有错。但人往往就是这样吧，有了小办公室，就想要大办公室；有了一点权利，就想有更多的权利。瞧到最后，也不知道什么是上进，什么是欲望。那个时候我太爱你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除了你，我谁都不在乎。可爱情真的不是一厢情愿。当我连原则都丢失的时候，我也迷失了自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知道了？你自己看。哎，你不要看这些东西。你以为我想看吗？你以为我想让同学们都来议论家里的事吗？对不起。我还得从网上知道我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本来想等你妈情况再好一点再跟你说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替我做决定了。我要去医院看我妈。爸，我先去看看我妈。我一早就来了，一直在这儿没进去。一如发到网上的遗书我也看了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一如真的出事儿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还能在一起吗？你想过吗？爸妈，哎，我们一会儿就先把行李放到酒店，然后直接去医院吧。怎么了？去医院干什么呀？我爸爸得了颅内动脉瘤，现在已经住院了，过几天要手术。哎呀，春生啊，春生，这么大个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？是啊，你要早告诉我们，我们早点过来呀。爸妈，这是我和春生商量决定的，我们也是怕你们担心。这次让你们来也是我父亲的意思，他就是想着一家人能够一起聚一聚。
小婷，你放心，现在这医疗水平这么高，你爸肯定会没事儿。哎。爸，哎，怎么起来了？爸，我父母来看您了。哎呦，亲家又见面了。这亲家都来了，我不得正式点啊！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好，坐，坐。哎，好。哎。我的病，孩子们都跟你们说了吧？啊，说了。大哥，说真心话，我觉得您这气色还这状态挺好的呀。哎呀，我们要是知道您得病啊，我们早就应该来看您，最起码的还能多照顾您几天呀。就是，你们太客气了。不过您放心，现在这医疗条件这么好，那什么病不能治啊？再说了，您有钱，能请的最好的大夫。您要相信自己，没问题，千万别让那病啊把您给吓着了，是吧，春婶？妈，爸心态特好啊，那就好。是啊，我原本啊还真是要干到90呢，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家春生啊都退休了，还没接上班，这会不会又在对我有意见呢？爸，你怎么还开上玩笑呢？大哥，这回来啊，来的特别匆忙，也没带什么东西。这不，家里的腊肠又给你带了一些，你看。哦，哎，知道您爱吃这口。还真香。哎。那咱们去饭店吧。啊？哎呀，我正好在饭店还订好了位置，顺便也让厨师啊给咱们切上一盘，好不好？还出去吃啊？别累着您。是啊。哎呀，医生都同意了，你们还不同意啊？啊？哎，亲家，你们家春生当老板才几天呢？都管上我了。不，他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他不敢。大哥，我觉得春生说的对，我们来啊就是看看您啊，这饭店就不去了。是啊。爸妈，我爸在医院里闷坏了，咱就听他的吧，去吧。哎呀，我还盼着跟老弟啊再喝2口呢。啊，那就听亲家的。必须的。哎，爸，您尝尝这个腊肠，这次合不合您口味？好，尝尝。怎么样？我这个人呐，是真没口福啊。这么好吃的东西送到我嘴边，我都不识货。现在啊，我倒是真是品出了里边的滋味了。您品出什么味儿了？盐放的有点多。你说你这老太太，你说是？我这盐呢，还就是放的要多一些，它好保存呐，这样好给您带来呀。好，您要是嫌它咸，我下次单给您做啊，单做。没事，我口重。哎呀，来，老弟，来，别！哎呀，小婷，帮我招呼。好，家呀，吃鱼。谢。我说大哥，这每次都是我们来北京麻烦您，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有时间上我们老家转转，是不是？对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开船，咱们也去逛逛什么夔门、白帝城。白帝城就是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是那个地方吗？没错。哎呦，大哥，我们老家那边啊，有一大群的亲戚，你和小婷要是去了，那肯定热闹啊。对，好，哎，等我好了，一定去。好，小婷啊，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一定去。大妈，那个这次来就多待几天，好吧？就爸一人在医院也挺无聊的，抽空啊，这还用你说呀？你说我们老大哥现在正在住院，我们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呀，对吧？对呀，大哥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们老两口到医院来照顾您，好吧？不用，医院呢有护工。哎呦，那护工是外人，哪有咱们自己家里人照顾的细致啊？对。哎，照顾谈不上，不过陈生说的对，就是我一个人呢，在医院也挺寂寞的。如果要是你们有空啊，可以经常过来，没事啊，咱们可以聊聊家常，是吧？一定。哎，老爹，弟妹啊，今后我们家闺女啊，